52岁的优作现在独自面对生活，他的一天通常是从煎蛋和香肠开始，再加上米饭和味增汤，一边吃一边看今天的台词。虽然出道多年，已是资深演员，但他扮演的通常都是反派或配角，就像他的生活，只有那么一点点存在感。不过优作还是有挚友的，邻居的小女孩小景，虽然年纪小但出奇的成熟，每次去片场前，优作都喜欢让小景评价一下他的角色扮演，得到他的认可后，他才安心离开。小景总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看法。门外，一位年轻女孩敲了门，来的是最近挺火的年轻女星沙希，她特意来打个招呼。沙希坦言自己从小就迷优作，不知怎地成了这位年轻女孩的偶像。优作解释那只是反派角色，但沙希笑言她就喜欢反派，因为有种悲伤的美。那是啥感觉？优作看起来迷茫。助理坏坏地跟他说，听说他喜欢成熟的男人，也许优作先生有戏。这话立刻点燃了中年的欲望。他停了一下，然后尴尬地笑了笑。来到拍摄现场，他又见到了沙希，刚跟导演问了好，却被迅速冷落了。优作感觉挺尴尬，估计这就是配角的命。旁边的沙希主动搭话，正想走过去，结果主演突然挤进来，真是时机不对。多年努力不懈，优作的演技是真不错，尤其是扮演反派这类角色时。相较之下，靠热度走红的沙希此时却面临了困境。这部剧需要他流泪，但即便导演多次叫停，他还是没能哭出来。下午再试吧。离开前，导演朝沙希投去一瞥，这位处境艰难的新晋女演员该如何是好？在外面抽烟的优作遇到了正在哭泣的沙希，挺诡异的，是吧？为啥面对镜头就哭不出来呢？沙希这样对他说。这时候安慰并不合适，优作却是给了鼓励。哭不出的时候，回想那些最难熬的时刻，只要能哭出来，旁人自然会伸出援手。终于在第28次尝试后，终于把那场戏演好了。下班后，优作像往常一样换好衣服准备回家，在门口点根烟时又遇到了沙希。自打他开始这工作，也染上了抽烟的习惯。二人吞云吐雾，舒缓压力。沉默后，沙希建议和优作去吃饭。吃点什么好？他说有葡萄酒就好。他其实已经有主意了，但在路上，优作特别小心。他吩咐司机在下个路口停车，避免被八卦杂志胡编乱造。听到这话的沙希忍不住大笑。那种事不重要。说完就抓住了优作的手。年轻人就是这么直爽。吃饭的地方是一栋居民楼里，应该算是私房菜。他表现自然大方。我们明显在约会，这让优作感到不安又心动。他主动为沙希拉椅子，展现了他的绅士风度。首先上的是白葡萄酒，味道清甜带点适度的酸性。开胃菜是蓝纹芝士，口感细腻且风味独特，让人回味悠长。美食加美酒最能拉近人的心。男女间，空气似乎更加暧昧了。第二道菜是意大利面，用起司和黑胡椒调味，撒上切好的意大利松露，口感劲道又弹牙，非常美味。恰到好处的调味让人越嚼越香，与白葡萄酒相得益彰。第二杯来杯红酒吧，选用了山梨县的葡萄，带着类似草药的芳香。对年轻女孩来说，这是浪漫；对中年男人则是一种悠然。落日的余晖映照出迷人的黄昏。第三道是油封的鸭腿，先低温加热，然后把皮烤至酥脆，配的是炖煮扁豆，鸭肉酥软，鸭油芳香。蔬菜高汤的调和让菜肴不再油腻。红酒一入口，沙希卸下了外衣，附近的优作显得有些遮遮掩掩，目光不停躲闪。夜幕降临之际，在酒精的推动下，可以聊的话题更自由了。开心的，难过的，谈起过去。沙希不停地掉眼泪，优作默默地听，却不知如何安慰他。不一会儿，又是一大杯喝下。沙希酒量挺好，不过看起来有点醉。优作想趁机问他接下来的计划，结果被一个电话打断。等他回来后，2道甜品也端上来了，香浓的朗姆酒蛋糕配上青森苹果冰沙。他始终注视着他，因为优作特意这么安排的。他从沙希的口音里听出了京津腔，因此猜到他是青森人。这份贴心，他已经很久没体验过了，也更愿意和优作分享心里的话。演艺圈真是太糟糕了，礼貌微笑有时会被误解，最烦那些黏糊糊的纠缠，真受不了半夜发信息，我怎么可能和你们去开房，实在太恶心了。在酒精作用下，女孩痛诉自己的糟糕境遇，谈到优作的一部著名影片，不了解的沙希觉得特别无聊，剧情全是在博取同情，看了都心寒。夏天用来解暑可能刚好。听了这话的优作感觉一落千丈，就这样轻易被羞辱，跟着消失的
还有那刚萌生的欲望。夜晚，一个中年男子孤单地走在璀璨的街道上，抱怨也没用了，只留下无边的寂静。或许还有酒精，或许是香烟，为何总这么落寞呢？可能因为到了中年，还带有点情感欲望。相较年轻人的坦诚，却多了点刻意的矜持，直到那崇拜的欲望尽失，只留下无言的羞辱。为何中年之人经常低头失望呢？50多岁的优作正在认真整理自己的生活，擦净地板，摆放家具，把啤酒放进冰箱，然后继续他的演艺工作。多年来一直是配角，正如他的生活，平淡无奇，没有惊喜，也无意外，偶尔也会为动画配音。优作一如既往的过日子，希望邻居小景给点建议，但这回小景说他帮不上忙，那本是给小朋友的书吧，我都9岁了，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。优作对他挺佩服的，现在的孩子真早熟。说到孩子，优作今天也得去见个重要的人，就在不远处，他儿子优一已经在那儿等着了，一个手拿几罐啤酒，另一个带来刚买的小吃。长时间的疏远，使得父子重逢显得格外隆重。啤酒瓶的碰撞开启了这次亲情重聚的序幕。山坡上景色宜人，许久不见，优一已懂得啤酒的美味。酥脆可口的可乐饼，里面软糯，香味浓郁，配啤酒简直完美。还有炸肉饼和火腿排，这些都是儿子爱吃的。父子俩话不多，只是静静的吃喝。旁边一母子正开心玩耍。优作突然打破沉默：“你找我肯定有事。”优一也没再隐瞒，他打算成为一名职业演员，目前在大学戏剧社活跃。他不敢直接告诉妈妈，因为知道妈妈会反对。优作一时哑口无言。离婚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份收入不稳定的工作，但听说儿子要参加公演，还是买了不少票来支持。随后他又严肃地建议儿子和妈妈好好谈谈。那天演出的日子，优作提早到了，但出乎意料，他的前妻到得更早。望着那熟悉的背影，他的心跳突然加速，是不是应该过去打个招呼呢？在犹豫和尴尬中，演出已经开始。剧目名叫《低俗小说》，年轻时的优作也曾参演，正是儿子优一扮演的角色。时间飞逝真快，一瞬间，他似乎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同样的角色，同样的对白。陷入回忆的还有前妻，那时他们都还年轻，深深相爱，毫无保留地支持对方的梦想，尽管未被现实击倒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让人唏嘘。演出刚结束时，前妻已泪流满面，身后的优作沉默不语。离场前，前妻还是瞥见优作，突然变了脸色，然后径自离开。他们后续还有活动，优一精心准备了庆功宴，选在了寿司店。优作一进门，就看到前妻已经在等了。交谈几句后，优作也坐了下来，他们中间的座位留给儿子，既像是条连结的纽带，也似一面难以跨越的障碍。优作坐立不安，前夫妻重逢，为啥这么尴尬？前妻好像心存不满，抢着给优作斟酒，可能是因为优作刚才没向他打招呼而小报复，或许是对往事的不满。虽说那是过去式，可这丝毫不减尴尬的气氛。厨师正切着新鲜的鱼，寿司拼盘上桌了，场面略显缓解。鱼寿司肥嫩又 Q 弹，淡淡的酸味很吸引人。鱼寿司质地细腻柔软，味道清新淡雅。沉默依旧，优作借故外出接电话，催儿子赶紧来解围。不知这次见面正是优一安排的，他并不怪罪父母，希望父母能稍解冰释。优作只好又坐回原位。就在这时，前妻忽然建议我们先吃吧，或许食物能平复杂乱的情绪。鱼的中段肉质最为鲜美，配上点缀的姜片，蘸点生山葵和酱油，入口鲜嫩，汁香四溢，仿佛出霜降临，仿佛在口中溶解。接着是涂了酱的鲷鱼，吃时无需蘸酱油，味道清新而优雅，鲜美又有弹性。接下来是竹夹鱼寿司，肉质丰腴细腻，口感滑嫩又鲜美，似乎再没初次见面的尴尬。手中杯子换成了清酒杯，微微一喝，前妻叹息道：“好久没这么轻松喝酒了。”离婚后，他开了家政公司，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。表面上好像在夸他现在过得不错，实际上是在述说这些年养孩子的辛苦。他对着优作挖苦：“多亏你，我现在只擅长带孩子了。”优作无言苦笑几声，看他那副模样，前妻也忍不住笑了。幸好那时海胆寿司上桌，口感鲜美细腻，海苔适度酥脆，这味道活跃了气氛，还拉近了两人距离。优作不知不觉盯着前妻，前妻的目光也与他相遇。优作突然慌张，不小心打翻了酒杯，前妻下意识起身帮他擦拭。四目相对的一刹那，都愣住了，但两人还是保持理智。
很快就各自退开。在这模糊的夜色中，酒意逐渐加深，开始谈起儿子，仿佛乐话无穷。提到演戏那事，突然笑不出来，因为赚钱难。这氛围被公司电话切断。再回来，前妻要走了，他得赶回公司。到了结账时，优作抢着付账，我来付就行了，其实这次我来付钱好吗？我懂了。他大概想证明自己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前妻不再开玩笑，直说优作现在演得真好，他每部剧都看了，然后深情地说，优作呀，你红了，太棒了。优作一时愣住，原来这么多年，他早已在他面前证明自己。他眼眶泛红，眼泪似乎快要掉下来，正好上来了加了很多山葵的寿司。优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这下可以畅快地哭了。真是中年的累啊，即使大哭也得找到合适的理由。为什么总是低头失落呢？可能因为到了中年，还搞不懂久别重逢的感觉，心里总有挂念，却不能完全释怀。想放下，却又无法真正坦然。期望在重要的人身上见到自己的倒影，但又不愿他完全像我。我们毕竟是这世界的一份子，无论多渺小。这句话来自某部小说，也只能用这样的话，在夜深人静时安慰自己。今天是个美好的早晨，泡杯咖啡，放首歌，点根烟，独居男人的日子感觉大概如此。外面阳光正好，四周美景如画卷舒展。恍惚中，周围显得急促。在桥上散步，感受微风轻抚面颊，心情波动，在水面激起层层涟漪。清晨的街道坦荡无密，每个故事都在等优作来揭开。助理帮他整理装束，为下午拍摄做好充分准备。片场小哥送来午餐，运气真好，是那个著名的海苔便当，听说每样菜都非常美味。打开时挺惊喜的，优作第一次尝试，低温炸出的鱼肉特别软嫩松脆，涂了味增酱的烤鸡肉口感也不赖，被海苔裹着的卤蛋惊喜满满，味道恰到好处，嚼劲十足。可能是因为下午的剧情有点紧张，典型的男女恩怨，被泼了一身水，接着是响亮的耳光。不过也只有这样，剧中才换来女主的温柔回应。对配角来说，这样已经足够。今天的工作出乎意料的快，提前下班的优作决定去小酌几杯，趁太阳未落享受一杯，实在是件美好且奢华的事。晚风轻拂树梢，不安的柳枝随风起舞，夕阳的余晖让路边的野花更加绚烂，河面上波光粼粼，像金丝一样绚丽，给这个世界添了点魅力。小巷仍旧很安静，除了微风低语，只剩优作的脚步声。转了一圈后，他进了个常去的烧烤店，店里已经挺多人了，烤架上的肉串滋滋作响，旁边的牡蛎在锅里翻滚，加了蛋液，味道直接飙升。把外套脱了，倒满一杯啤酒，看着这些菜就想大口喝酒，这喟叹声满是舒心。点菜的时候，后面的情侣突然吵起来了。年轻男女嘛，都是那点小事，出轨了就分了吧，本来没啥特别的。可那响亮的耳光立刻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尤其是优作，仿佛电视剧情变成了现实，真是恰到好处。他侧目瞥向那女人，那女人也立刻意识到了，干掉一大杯生啤，似乎猜到了后面男士的意图。女士迅速站起，直接坐到优作旁边，这样大胆的接近方式让不太适应的优作显得有些胆小。你不用那么紧张吗？女士自然地说。优作紧张的不知说什么好，幸好熟悉的服务员过来帮他缓解尴尬，毕竟快要认识了。请坐这边，还给优作加油的手势。他举起酒杯，为即将到来的相遇干杯。时代变了，优作感到疑惑，他尝试与女人交谈，却被他嘲笑，敬语无助于拉近距离。炉子上烤着鳗鱼干，这道菜是他点的，正如他独到的风格。烤过的鳗鱼干香味浓郁，口感既嫩又有弹性。提到刚才那耳光，他看似不以为意，直言不喜欢就是不喜，这很正常。他这么说，而优作却没法这样淡定。我不愿过压抑的生活。女人继续讲，工作和自由是人生的主食，恋爱和结婚充其量是小菜。优作倒了杯酒，自言自语道，原来男人也只是小菜啊。新来的客人说外面下大雨了。饮酒3轮后，优作醉意中开始试探，都是随便来的吧，刚才不过是碰巧对上了眼。那女人好像早就准备好了。你有那种成熟男性的魅力。一问一答中，两人心照不宣。该上鳗鱼饭了。满是酱汁的鳗鱼躺在烤架上，炭火一烤，随即飘出浓郁香味。浓厚的外观不只是诱人，还蕴藏着难以抑制的情感。
那香甜而软糯的蒲烧鳗，配上刚出锅的米饭，简直是味蕾的盛宴。想着吃饱后的计划，优作兴奋的难以隐藏。能品尝到鳗鱼饭真是太棒了，遇到你也是极好的。夜晚的温暖光芒泛起暧昧，女士则在卫生间补妆。优作有点紧张，不用再掩饰心思了，明明预料到的，为啥还紧张呢？杯中酒已经喝光，可能是时候换个地方了。女人对优作说：“你还行吧？”这话似乎有点别的意思。大雨后，屋外依旧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味。正当一切似乎尘埃落定时，角落蹲着的男生却突然打破了平静。女人的小男友并未离开，一直在屋外等到现在。这场年轻人的爱情剧让优作感到十分尴尬，即使女人礼貌地表示了歉意，也没能消除优作的尴尬。心中期待的浪漫邂逅没成真，使得整个夜晚都显得格外寂寞。现在能自我安慰的只有酒和烟了，真悲催。怎么总是愁眉苦脸的？可能是中年的迷茫，面对新时代的繁华，心里澎湃，身体却犹豫。对日常的平静，既适应也不服，总在幻想些刺激的事，但时代已经变了，最终只有在昏暗的夜里被自己的丑态羞辱。为什么中年时总是失落呢？在急促的闹钟声中，过了50岁的优作带着昨天的疲惫勉强起床，刷牙洗脸，一如既往。但这份平静在体重秤前受到了挑战。中年男士容易长胖似乎不是什么秘密，数据已经说明问题，该怎么办呢？想到那突出的肚子，优作决定不再吃早餐。他穿上运动服，希望用跑步来保持体型。当演员确实不易，邻家女还这么称赞他，轻拍优作的肩说道，像个大人似的严肃讲道理，还是努力吧，加油，路上要小心哦。可能是太久没这么剧烈运动了，不一会儿，优作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真的是年纪大了，肚子还不合时宜的咕噜作响，连云朵都看着像可乐饼。在等公交的时候，他尝试了一个新方法，开始研究中年减肥的秘诀。可旁边人的嚼食声让他分心，周围车辆川流不息，肚子却还是饿得咕咕叫。今天的任务是试穿新系的服装，通常这并不难，但对他来说却不轻松，因为他要演一个垂死的医生，这身材怎么行啊？被人七嘴八舌一番，优作只得应承诺，开拍前会减肥。减肥本就难受，更难受的是要抗拒各种美食诱惑。他不敢继续看，但愈是这样，平时不在意的路边招牌，此刻显得格外吸引。他左思右想，最终选择去赛马场，用热情分散焦虑，这儿能见识各种人生浮沉，表情上都露出输赢。一时的骄傲不算啥，底层的人也可能马上翻身。倒霉一天的小松在最后赢了大奖，两人欢呼抱头。他建议请优作去吃烤肉，为了减肥而已，少一天又如何？优作面临进退两难，小松一直在他耳边用美食的名词刺激他，结果呢？这绵绵软语中穿透了优作的防备。隔壁飘来烤牛肉的香味，喝下一大口啤酒，感觉整个人都复苏了。减肥时的啤酒真香，这多亏了那种突破禁忌的感觉。暗爽间里，服务员送上几道菜：咸香的牛五花，诱人的香葱牛舌，还有清爽的凉拌牛肚。优作急不可耐地放到烤盘上，完美的肥瘦搭配，散发出如大理石般的纹理。轻抹一点芥末，再蘸点酱料，这抹红润配上雪白，瞬间充满整个口腔，肥瘦融合，难辨彼此，鲜美的肉汁四溢。正准备烤牛舌时，一位女士步入店内，优作注视着她，时间一下勾起往昔，只是岁月难以追忆，往事难以启齿。两人似乎默契般的选择了忽略。一起吃烤肉的男女多半有过一腿。小松小声地对优作评价说，而优作的思绪被背后的男女声音拉回了20年前。那时候他正是情欲旺盛的年纪，在酒吧遇到了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。我偏爱手好看的人，几句挑逗的话语，他们很快就沉浸在欲望中。事后来了根烟，拉开了聊天的大门，男女之间的相亲相爱完全合情合理。直到闻到烤肉焦味，优作这才惊觉回神，身后的谈笑声还在。优作不想继续听，跑到门口点了根烟。那男的应该踢足球的，刚出来的女生正聊个不停。优作显然注意到了女人故意的挑逗，立刻激发了中年人的竞争心。他点了和男生一样多的食物，身后女子会心微笑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腰肉嫩滑多汁，油花滋滋声响，大口享用着，内心暗自比拼。这更像是一场比赛，证明自己还未老去的比赛。年轻真好啊，那女人对那男生这样说。这句话让优作只能面对现实，似乎连今天的夕阳也有点暗淡无光。
就像屋内的中年人一样。男生走后，女人拿着酒杯走向优作。你不会是生气了吧？当被女士质疑时，优作立刻否认了那个观点。昔日恋人重逢，似乎也没多少话要说。他们是否在期待旧情复燃？女士轻抚优作的手，重复着初次见面时的评语。优作假装不愿，挣脱了手。你现在是不是更爱美腿了？中年人的嫉妒显而易见。女士故意反击。确实，足球运动员的腿非常厉害，尤其晚上。首先正式比赛，然后进入加时，可能还要打点球。这些挑衅的话语听起来很刺耳。优作也不愿意示弱。能吃代表年轻。煮好的面条要过冰水，先洗去黏味，然后在碗里加入小菜和鸡丝，撒上葱花和芝麻做点缀，最后加个半个鸡蛋，一碗凉面就完成了。他望着面前的女人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，情感顿时被激发，期待再次重温往昔。只是毕竟是中年了，已经没那么多心思恋爱了。以前的美好确实难忘，但该放手就放手吧，又会被女生甩掉。女人的话让优作从幻想中醒来。夜晚的巷子灯火辉煌，一个男人独自漫步。优作呀，你怎么总这么闷闷不乐呀？可能是到了中年，还不想接受时间的流逝，老想着年轻没走远，过去还能回头，但当迷雾消散，只有现实在敲打。或许偶尔也该重新跑起来，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成为世界的焦点一次。中年演员优作出道20余年，扮演了许多反派和配角。小角色命运总是这样，尽管勤勤恳恳，但众人依旧只围绕主角，连便餐都区别对待。正在生闷气时，突然来了个电话，竟然是个惊喜。一本杂志要专访他，这通常都是给主角的待遇，机会真难得。第二天，优作特别打理了一番，穿哪套好呢？这真是个难题。但优作还是选择保守，走中庸之道总归没错。打扮的精致，个人气质似乎也提升了。路上还是那么忙碌，低沉的天空打着闷雷，紧接着是一场倾盆大雨。优作在预定的咖啡店里等着，门外有个女生突然摔了，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一幕。随后女生回头看了看，果不其然，她是那个编辑。爽朗的性格让人惊喜，礼物因刚才摔倒而破了。不过优作现在没心思在意这些。女生正擦着被雨淋湿的头发，外面的雨似乎也停了，喝了杯热咖啡。采访正式开始了。读者的口味总在变，可能已经习惯了看主角，偶尔也想了解配角的故事。提的问题没什么新意，都是杂志那些常见的提问。虽然准备了不少，但首次接受采访，优作还是显得有点紧张，时而话多，时而却说不出几句，气氛一度挺尴尬。直到聊到去酒馆喝酒时，两人终于找到了共同的话题。那真是个绝佳地方，每个菜都很有聊头，感觉时间一长就口渴。拍摄尴尬结束后，优作邀请去喝个小酒，女生爽快同意。此时夕阳正美，当然选择了心仪的居酒屋，大杯啤酒碰特大杯，二人豪饮尽兴。等他放下杯子，女孩还在继续痛饮，旁观者都目瞪口呆。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只有杯中酒水在慢慢减少。真好喝，他的豪爽赢得阵阵掌声。啤酒太赞了，墙上贴满了菜单，乱糟糟的但挺有特色。点了喜欢的配酒小菜，女孩马上又加了一大杯，因为手上的快喝完了。她喝得这么凶，说可能是大学田径队的缘故，平时也跑跑步，不过大多数是家附近慢跑，下次一起跑吧。话音刚落，酒杯也随之见了底。优作真心佩服这女孩的爽快。一转眼，新的啤酒已经上桌，一起的还有生鱼片拼盘，新鲜的鱼搭配定制酱油和芥末，细嫩的鱼肉带着丰富油脂，仿佛口中即刻融化，配上一大口啤酒正好。优作看得目瞪口呆。然后是卤水下锅，撒满大把的七味粉，既浓郁又微辣，绝对是最佳的配酒小菜。美食和美酒让姑娘觉得幸福溢出。优作看着就垂涎三尺，又干了一大杯。厨师忙着备下一道菜，韭菜炒香后混入鸡蛋，轻轻搅拌一下，可以直接上桌的。还有辣油拌豆腐，搭配老板推荐的调料，味道真是太好了。同样出色的是加了苏打水的烧酒，这种搭配真是绝妙。辣油豆腐也挺好吃，女孩高兴的享用。聊天间，她的烧酒快喝完了，优作被彻底吓到了。周围的客人也是一样震惊，他们邀请女孩过来喝酒，她无法拒绝，于是只好走过去。只剩优作一个人干杯。看到女孩如此能喝，三个男人不停地向她斟酒，却不知很快将会后悔。一瓶接着2瓶空了，从兴奋喝酒到尴尬勉强笑，接着连喝3、4瓶。
这3个男性很快就睡着了。没事吧？就别为难他们了。可能以后他们不敢轻易请女生喝酒了。但此刻门后的女孩显得很孤单，每次都这样。刚开始高兴呢，结果马上就被告知要结束了。真能喝，感觉挺孤单的。女孩伤心地说。但优作觉得不是这样，正因为有终点，我们才会感到快乐。就像在精彩的剧，看太久也会腻的。他对这解释挺有共鸣。劝君喝这杯现金，来满一杯不必推辞。花开常遭风雨打，生活总有离别时。2人一起吟唐朝诗人于武陵的饮酒诗。最后一杯酒喝完，差不多是收尾的时候了。意面配蒜蓉油，好好搅拌一下，可以直接端上桌。优作故意多盛了份给他。饮酒后来碗 Q 弹滑面，简直完美。但这顿后又让人想喝啤酒，于是又是1人1大杯。这回算是满意了。到付账时候，女生抢着付钱时不慎一个踉跄，摔进了优作的怀里。2人目光相对时，优作心里突然波澜起伏。意识到的女孩急忙站了起来，肯定会觉得尴尬，买单就让优作来处理。真是不少啊。可能是因为喝了挺多酒，现在应该是告别的时候了。优作支支吾吾，展开了试探，但女孩显然没懂他的意思，笑着跟优作说再见，然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又是孤单的一夜，熟悉的小巷依旧灯火辉煌。优作呀，怎么总是愁眉苦脸的？可能是到了中年，本以为自己够镇定，却常在不注意时露出狼狈，甚至对即将表白的感情也没把握了。他一路踉跄地往前走，这时手机铃声响起，收到女孩的信息，下次一起去跑步吧。酒桌上的承诺他还记得，看来人生不尽是诗意。在夜色中，一个中年男子竟被简单的疗愈了。